这就是我久违了的白兰。将军，你今天说的都对。本宫心中确实很不安。玉安宫中的形势，可能比你我想的更复杂。公主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吧，说出来会轻松一些。我的王兄刚刚驾崩，贵丞相就把本宫从大梁接回来执政。之前王兄一直打压贵丞相，贵丞相势必会借此机会翻身，一展宏图。可是朝中王兄的党羽众多，即便本宫无心掌权，他们也是人心惶惶。所以说，这以后宫中的日子，怕是……公主，你看，你的白兰王朝多美呀！这些山川河流都是你的，百姓们，宫中的每一个臣子也都是你的。将军的意思是？白兰多年军力薄弱，无将可用，故外不可攻。目前，公主朝中无人，依附于贵家，内不可乱。公主回去之后呢，需要做好的是一个守字，守住你的江山，守住你的百姓，守住你自己。公主，难道你不是这么想的吗？你们都是怎么找的？好好的一个大活人，怎么就不见了？找不到公主，你们谁都别想活！是，贵将军，贵将军，禀报将军，马房少了2匹马，应该是何霞带着公主出去了。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小子一定有问题。传令下去，给我堵住所有的出境关口。只要在我白兰境内，我就不信抓不到你。是，公主。公主，醒得早，出去走一走，是什么事情让贵将军如此大动干戈呢？公主以后要出门，身边得有人保护啊。这是我白兰的境内，又有何将军的保护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休息片刻，稍后出发。是。你们去哪儿了？我为什么告诉你啊？我警告你，别打公主的主意。你只是一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，公主只是可怜你而已。总好过讨厌。贵将军，在进云安城之前，把这小子给我处理掉。这小子还有点功夫，不要硬来。是。娘娘万安。此刻只有你我2人，父亲何必如此多礼？起来吧。是。新制的金丹果然有效，那昏王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一众太医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楚北捷如今出兵攻梁，不在朝中，我们何不趁机尽快动手？娘娘，要成大事者，必平心静气，不急不躁。父亲的意思是，请娘娘细细想想，朕北王如今虽不在朝中，但终有还朝的一日。即使我们动手成功了，只要他楚北捷一回朝，必定会将矛头指向你我。
我们此刻动手虽然能赢，但只要楚北杰一回来，一样是输。所以，你我的难题不是陛下，而是楚北杰。你要杀了他，没有别的办法吗？那就要看娘娘到底是不是能够劝动楚北杰，让他为我们效命。如若不然，斩草除根，势在必行。只是要除掉楚北杰，却是让人头疼至极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若我嫁的是楚北杰，父亲今日为何会头疼？以我现在的身份，要我如何去劝他为我所用？怎么？娘娘难道已经试过了？楚北杰怎么说？你知道他是如何羞辱我的吗？娘娘息怒，是为父思虑不周，让娘娘受委屈了。娘娘如今是千金之躯，能够纡尊降贵去拉拢他，实在是天大的面子。只怪那楚北杰不识好歹，罪该万死。娘娘放心，一切交由为父处理。娘娘请看，这是梁王托人给为父捎来一封信，他竟有一个绝妙的主意。楚北杰现在正在与梁王开战，是下手的好时机。事情我已经交代给下面，娘娘放心，绝不会脏了娘娘的手。为父告诉你，只是让你心中有谱，必要之时，能替我牵线搭桥，推波助澜。借刀杀人。女儿啊，有一些事勉强不得，当断则断，当杀则杀。娘娘，要留他做证据吗？楚北杰，都是你逼我的。白姑娘，晋军就在东南方向50里外扎营，看木城已经布防完毕。就算晋军进攻，我们也能抵抗一段时间。看木城上下所有将士一定会不惜一切守城，就等姑娘的计划成功，大晋王宫内乱，楚北杰就会退兵。但已经2天了，晋军那边毫无动静，现在连我也猜不到他下一步会走什么样的棋。报，单将军，白姑娘，经我方侦查，晋军每天正常休息，但有一小波步兵每天清晨进入百里茂林，深夜才回来。又是百里茂林。楚北杰派人去百里茂林干什么？可有相关百里茂林和堪布的典籍？有，我回头让人给姑娘送过来。百里茂林，楚北杰做任何事情都有他的目的，我们也不能松懈。将军，可否立刻派1队士兵悄悄进入百里茂林查探？
好，我立刻派人去查探。站住！怎么还有这么多书啊？这些书都是姑娘要的。放那边吧。哦。哎，姑娘看书好快呀。对了，一目十行。先下去吧。哦。千万不能马虎，一定要做好布防。好，将军，白姑娘起了吗？白姑娘一夜未眠。什么？一夜未眠？我真担心白姑娘的身子挺不住啊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！我知道了，是毒蜂。毒蜂？上将军，请看，这典籍中早有记载，百里茂林中有一种特殊的毒蜂，它毒性奇强，可以夺人性命。之所以生活在百里茂林，是因为百里茂林里有他最喜欢的三花树。三花树毒液可以引发毒蜂狂性，用其汁液熬药饮用，却可以解毒。要攻城，只要将三花树枝用弓箭射进堪布，再放出大量毒蜂，守军将士必定死伤过半。等毒蜂进去后，晋军再上，即刻便可突破梁军的最后一道防线。不过，从前要进入百里茂林的人，都会以三花树枝叶煎药服用，以防备毒蜂袭击。只要晋军众将士预先喝下这种草药，就不用担心被毒蜂误伤。假如楚北捷想用毒蜂攻击我军，一定会命人暗中砍伐树林。而为了避开我们的探子，他们就必须就地熬制解药。竟然还有这样的计策！是啊，这样的计策听起来虽然匪夷所思，但这也恰恰是他最可怕的地方。楚北捷最擅长的就是因地制宜，擅长用最少的兵力达到最好的效果。战神这个名号也不是浪得虚名的呀。沙场上能和这样的良将为敌，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是。将军，启禀上将军，末将已经查过了百里茂林，发现晋军在里面砍桑花树枝熬药，他们保留了树林的外貌，从外面看是完全看不出来的。被砍的树枝已经干了，怕是前几天已经开始了。果然如姑娘所料。传令，把百里茂林剩下的三花树全给我砍回来。是。不必了。熬制三花树枝只需要1天半的时间，若是他们从前天就开始砍树的话，恐怕早已经完工了。天已经快亮了。那姑娘的意思是？上将军也不用担心，娉婷从孤臧出发的那一天，就已经料到会有今日。在战场上遇到楚北捷的人，没有一个是不头疼的。我们不会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这么说来，
上将军必须要在堪布城找到一张琴，不缺弦可以弹的琴。什么？每个人都喝啊！是。好，都喝了。是。不然会被毒蜂蛰的。是。喝完之后去那边取剑。我带上啊！来，你的。好，记住了啊！一定要听号令使用，明白吗？记住了啊！加一个，来，快！给我一个，快拿好，带上。好，这个，给。好，拿着，给。王爷，毒蜂性情凶猛，一旦攻击起来，恐怕连白姑娘都不能幸免。你真的要这样做吗？把剩下的解药都带上吧。不过我想应该用不上。昨夜梁军的探子入林侦查，说明他已经猜到了我的计策。只要他能猜出来，就一定能阻挡。既然他敢来堪布城，娉婷不会让我失望。王爷，时辰已到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热血沸腾，满心期待。今天一定是特别的一天。堪布攻城一役，即将成为我永生难忘的一役。我志在必得。出发！是。王爷，是否立即释放毒蜂啊？暂缓。弦断了。王爷，这是第2根了。
传令，退兵30里扎营。是。这就是你的御敌良策吗？早已活腻了吗？居然命你一人出现在我数万大军面前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就任凭他们这么糟蹋你吗？王爷，娉婷才是这一场仗的主帅，和泽隐将军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又何来糟蹋一说呢？再说了，不管计策的好与坏，只要能让王爷退兵，就是好策。娉婷这不是做到了吗？攻心之计，胆大妄为。若是王爷真的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毒蜂之计害死了娉婷，那恐怕就会激起梁军最后的热血。到时候，就算你们能拿下堪布城，城中的所有军民，恐怕都会让你们伤亡惨重的。再说了，若是梁国百姓知道我一介女流之辈，为了保护堪布城而被你残忍杀害的话，想必梁国所有的百姓和将士都会奋起反抗的。哀兵之勇，王爷，你要比我更清楚吧？如果激起了一国人民的热血，就算有再强的兵，怕是王爷也镇不住。所以你就以身犯险。若不是王爷剑走偏锋，娉婷也不会出此下策。确实是下策。你在逼我退兵的同时，也对全天下通告了我楚北节的致命伤。经此一战，所有人都会知道，我楚北节心之所爱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我都绝对不会让白娉婷成为我的牺牲品。你是谁？真北王命我来送你上路。不会让我成为牺牲品。娉婷原以为王爷之言句句真心，没想到也只能付之一笑。王爷如此哄我，难道是因为怕输吗？这。本王问你，晋梁大战与你何干？为什么要帮大梁人？大梁并没有去截杀大晋的商队。没有？没有。看来你已经知道谁是这场战争的幕后推手。若是大晋主公无心侵占，又有谁能推得动呢？我们各为其主，立场不同，我也不逼你。这一局你赢了，我输给你3个时辰。下一次，我一定会来亲手生擒你。娉婷一定会竭尽全力，不让王爷失望的。堪布城已经是一座空城了。而梁军也转移到百里茂林。你的空城计已经唱完了，还一个人留在这里干什么？这里离百里茂林不近，上马吧，我送你一程。多谢王爷好意，不用了，娉婷自己会走。 3个时辰之后，我们才是敌人。
到时候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嗯。去吧，就送你到这儿了。我不跟泽英打招呼了，反正很快就能见面。怎么这么看着我？舍不得？还是想跟我一起走？我只是在想，你是我遇到过的最可怕的敌人。完全看不透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。我的心对你完全敞开，就看你愿不愿意进来看看。你看，你都不愿意来看，却抱怨看不透我心里在想什么。两军对垒，你我是双方主帅，还请王爷不要再胡言乱语。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。好自为之吧。放开！楚北杰，你救了我这么多次，我欠你的太多了。若是这一战，你真的因我而死，我一定会随你一起去，把这条命赔给你。回来了。王爷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刚才白姑娘那招真是太险了。假如王爷出手，岂不给世人留下用毒物加害手无寸铁女子的印象吗？王爷一代名将，光明磊落，一旦蒙羞，那岂不是严重打击了我军上上下下如虹的气势吗？真想不到，白姑娘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便不留余地。还好你没有下令攻城啊！即使没有这些理由，本王也不会下令攻城。失去白娉婷，将是我楚北节最大的遗憾。区区一座堪布城，怎么能记他半根头发？不，那王爷，那咱到底打还是不打呀？打！3个时辰之后出兵。不对啊，王爷。即使不用毒蜂，只要白姑娘孤身站在城楼上，我们便发动不了进攻。仅仅是射在城楼上的乱箭，也能置她于死地啊！谁说我们要攻城了？啊？不攻城了？
命所有士兵备足粮草饮水。我们要进入百里茂林。百里茂林？漠然，如果换成了你是梁军主帅，你会怎么应对晋军？王爷，行军打仗在外扎营，向来都选择靠近河流小溪的地方。为了方便士兵战马取水饮用，会抢先站稳水源，在水中下毒，让敌军失去战斗力。之后再利用山林掩护，分拨游击，阻止我军上山。上将军，白姑娘，楚北捷已带人入林，现已至点清峰山下。点清峰下，我刚正与上将军商量，他在点清峰山顶扎营作战。这里便是点清峰6条清泉的水源。若寒将军，你现在立刻派人去山腰处，在这6条清泉中下毒，断了敌军的水源。白姑娘好计策。楚北捷出入百里茂林，对当地的地势并不了解。我们在他们弄清楚之前，先在水中下毒，一旦断其水源，他们一定支撑不了多久。到时候无法找到无毒的水源，怕是军中只会奄奄一息，军心涣散。到时候我们在天色的掩护下率军杀入，也让楚北捷尝尝我们大梁男儿的厉害。点清峰是百里茂林的制高点，也是山中所有水系的源头。梁军帅帐定会驻扎在山顶，传令下去，禁止任何人饮用山间泉水。战争，战的是人，算的是心。我这一招啊，若是用在别人的身上，定能成功；可若是用在楚北捷的身上，我也没有几分把握。姑娘，为何用在别人身上可以，用在楚北捷身上就不行？只因为他是楚北捷啊。若我们的对手不是楚北捷，早就不用在这里苦战了。百里茂林，沿堪布山脉延绵近百里，范围极广。即便梁军有5万之多，可一旦藏进茂林之中，若按寻常方法寻找，我们要知道他们的踪迹也难如登天。楚北捷思虑周全，他出来堪布，就在百里茂林吃了我一次亏。之后就立刻想到用百里茂林来反攻，还想到了用毒蜂攻城这个计策，害我们险些中计。如今，他又怎么可能不派人先探查清楚，掌握百里茂林的地形？漠然，你将我军兵力分为6支，互为养护，互通信息，分别沿点清峰的6条水脉建立营地，但不能扎营。梁军必定会派探子在外游弋，我们只需要在他们面前出现，他们就会主动来袭，等蛇出洞，给他一个迎头痛击。若是我们以为仅仅占据了一个水源就能让楚北捷栽跟头，那今晚被俘的可能就是我们。姑娘说的对，是我们想的太少了。将军，还请你立刻派几拨人出去探查敌军在哪里扎营，一旦有消息就立刻汇报。越是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越是要仔细小心。王爷，这是诱敌之计，风险也未免太大了吧？即便我军沿着河流建造营地，这也只是在撞运气，更不可能知道他们在短时间内会攻击我们。王爷，此计最适合与敌军周旋，但是我们的粮草和饮水都很有限，一旦耗尽，岂不是正中敌人的下怀吗？王爷，为什么不速战速决？如果能不战而速决，岂不更好？不战速决？
除此之外，我军还应该派出小股的队伍，在山林里四处散开，去搜索敌军的踪迹。一旦发现敌营，就从四面八方开始骚扰，这样也可以模糊敌军的视线，让他们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哪里扎营。在骚扰之下，也可以让敌军分身乏术，以拖延时间。我们已经切断了敌军的水源，再加上这样的拖延战术，此战便已胜了大半。若寒明白。白姑娘，怎么样？有什么消息吗？刚得到消息，说是在点清峰山下有很多禁军的营地。我跟若寒将军商量过之后，决定突袭营地，探清虚实，结果却扑了个空。扑空？我率兵过去的时候，营地已经空了，只有一些刚搭建起来不久的锅灶，堂子里还是热的，应该刚烧过火。一开始我认为这只是巧合。可是接二连三都遇到这样的事情，真是邪了我了。白姑娘，禁军神出鬼没，咱们的士兵都开玩笑说，难不成禁军会遁地之术？这世上哪有通天遁地之术啊？不对。白姑娘，他们一定是在掩护谁？掩护？掩护？道理很简单，若他们真的是在安营扎寨，而我们又是突袭，他们不可能事先得知跑得这么干净，这分明就是诱敌周旋之计。白姑娘的意思是，禁军不打算跟我们交锋，而是在跟我们周旋。正是。楚北捷不想与我军正面交锋，可他们的手里又没有了洁净的水源，只有粮食，他们也撑不了多久。拖延对敌军来说并非上策，除非他们是在声东击西，吸引我们的注意力。他们到底是在掩护谁呢？白姑娘会不会想太多了？说不定只是敌方的哨探比较厉害，早就已经探知了我军驻扎的地方，从而得知我军的动向呢？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既然楚北捷已经猜到了我们在水源中下毒，就必然会猜到我们定会给自己的军士留下水源。而这一路算上来，真正的点清峰水源上游，就是这点清峰山顶。如果我是楚北捷，必会直指着点清峰山顶而来。可点清峰的半山腰早已埋伏着我们的人，若楚北捷带人上山，立刻会被发现，又何来掩护之说？上将军，
这点清风除了我们的步兵之处，还有没有别的路可以上山顶？有，云崖索道。云崖索道直通点清峰峰顶，但索道狭窄，再加上山间湿滑、峡谷风大，十分危险，早已被废弃。如今，只是猿猴蚁兽的捷径，要想过军队，是万万不可能的。藏着目光，待天下风起云涌是狂放。我自上一支孤芳，可天涯何处有你的发香？天微亮，遥远别方，是烽火烧尽城市灿烂过往。你语言的沙场，有哀伤流淌在黄土之上。为战而战，为生而唱，为你抵挡。对月仰望，对天呐喊，对你疯狂。盔甲肩膀，荒凉悲怆，别忘记我模样。无我，无名，无常。从此随我的心事，从此断茫茫归途。别愿想象最深处，我回首来时路，何来繁华的嚣张？烈日当空，心灼伤，我永不降服。为战而战，为生而唱，为你抵挡。对月仰望，对天呐喊，对你疯狂。盔甲肩膀，荒凉悲怆，别忘记我模样。